這是 Scopus 紅彩6號圍攻行動的全新防守方幹員，而這是 Scopus 的 V10萬神殿替殼，這是 Scopus 的另一個 V10萬神殿替殼。沒錯，雙甲行動帶來的正是雙甲，能夠遠端操控被稱為替殼的機器幹員防守方。Scopus 一次只能操控一個替殼。如果啟動中的替殼在對戰中遭到殲滅，那 Scopus 的連線機制會受到嚴重損害。該回合形同遭到擊殺。雖然他擁有2個替殼，並不代表他有2條命。但啟動的替殼可以進行任何幹員能做的事，例如移動、開槍、使用次要裝置。當一個替殼啟動時，另一個就會保持蹲下姿勢，並部署一道防彈障礙物。而其性質就跟其他可部署的障礙物一模一樣，也就是說，它是防彈障礙物，不能夠防爆破。所以，像是 Ash 的炸藥、Flores 的無人機或破片手榴彈，都能輕鬆破壞它，然後讓攻擊方殲滅躲在後方的替殼。未啟動的替殼擁有攝影機功能 ，Scopus 和他的隊友都能夠充分利用。當 Scopus 使用未啟動替殼的攝影機時，它可以切換替殼，並讓它目前控制且有空間的替殼部署障礙物。所以 Scopus 可以很有效率地在2個地點切換，讓它成為圍攻行動有史以來機動性最高的幹員。2個替殼都是2速2甲，而且都遵守一項通用規則：啟動的替殼行為模式等同於幹員，而未啟動的則是裝置。所以，只要殲滅啟動中的替殼 ，Scopus 在本回合就出局了。而破壞閒置的替殼，只代表它少了一個裝置。2個替殼都是電子裝置，但是啟動中的替殼擁有某種防禦機制，讓它不會顯示在 IQ 的掃描器上，而且也不會被 EMP 關閉。替殼也屬於機械設備，這代表 Doc 或 Thunderbird 不能治療它們，而它們也不能穿上 Rook 的背心。但因為他們也沒心沒肺，所以 Smoke 最愛的毒氣和 Faria 的毒害效果都對他們沒有用。如果要反制 Scopus， 那就想辦法讓他無法連線至未啟動的替殼。除了剛才提過炸彈有多好用外，攻擊方也可以使用 EMP 或 Dokkaebi 的駭入來防止 Scopus 切換替殼。Brava 的無人機可以使閒置的替殼過熱並加以破壞。但 Scopus 會在超載期間收到警告，並能及時切換替殼來取消該效果。務必多加留意你的界面資訊，確認閒置的替殼是否有遭受攻擊的警告，或是你啟動中的替殼無法在當前位置切換的提示資訊。Scopus 最需要能保護他替殼的盟友了，例如 Jaeger、Wamai、Mute、Mozzie。但別這樣就小看他 ，Scopus 光靠自己就能帶來極大的威脅。他帶着全新的 PCX 突擊步槍踏上戰場，另外還配備 P229隨身武器。他的次要裝備會在2個替殼之間共用。他可以攜帶衝擊手榴彈，在打野時用來開路，或是利用感應警報器來警告你閒置替殼即將遭到攻擊。雙甲行動也為其他幾個幹員進行了改動。Solis 的 Spec IO 電子感測器受到了大幅度的重置，現在開始只有畫面中央能感測到裝置了，且偵測到的裝置不會顯示其類型，但它獲得了一個叫做超頻的全新發動型技能。這個技能可以填補感測器的能量表，並在整個感測器畫面上辨識出偵測到的裝置為何。當敵人的觀測工具在 Solis 的偵測範圍內，且被超頻辨識出來了，那使用這些工具的玩家就會在畫面上看到警告標示。最後，它的 Spec IO 掃描器持續時間更長了，而且只要有25%的能量即可啟動。Nock 的逆走能力也變強了，它的裝置能量消耗方式不再是以時間來計算，而是以它的行動為準。所以你只要站着不動，那就完全不會消耗能量。你想要躲避攝影機多久就躲多久。Dokkaebi 在回合開始時不再有邏輯爆彈的使用次數了，現在會每45秒獲得1次，而每回合最多獲得2次。每種無人機現在也都加強了，
無人機現在可以使用加速功能，讓防守方更難擊中。但防守方也別擔心，因為你會有更多時間能練習瞄準。現在可以在配對時先進入靶場，好好練習手感。Scopus 在雙甲行動帶來了雙倍快感以及雙倍威脅。它會首先透過賽季戰鬥通行證的高級階段推出，並能在2周後使用聲望或 R6 積分進行解鎖。按讚、訂閱、加分享，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 R6 相關訊息。我們下次見嘍，拜拜。Friendlies victorious. Hostiles eliminated.